歡迎收看大問題節目。本期要探討的大問題是：怎樣才算是有效的性同意？這可能有些人他不知道的是啊，就是一個人如果要與另一個人發生性行為，必須要徵得對方的同意啊，否則這就是性騷擾甚至強姦。那怎樣才算是徵得了對方的性同意了呢？市面上常見的有3種標準，第一種標準叫做非反抗原則，這意思就是說呢，只要對方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反抗，那對方就是同意的。那這條標準呢，尤其很多男性深以為然啊，因為如果2個人不是熟悉的情侶或者老夫老妻的話，你想要和对方發生關係，那你總不能像阿 Q 一樣直接跟对方說我和你睡覺，我和你睡覺。那这招肯定不行，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做动作，然後看对方的反應，只要對方沒有明顯的反抗，就代表對方同意啦。但是對方沒有明顯的反抗，就真的說明對方同意了嗎？試想啊，如果你是一名男性，你邀請了你所愛慕的女士共進晚餐，在晚餐期間你們相談甚歡，你發現和對方非常有共同語言啊，你跟他聊了一晚上伊朗、伊拉克、康德、黑格爾，你心說啊，我們都聊到康德了，有哪個姑娘願意大晚上跟我聊康德的呢？對方心裡面肯定是很喜歡我這個人沒跑了。這時候你覺得時機成熟了，你跟他說我家也有好康德，要不要去我家看看啊？對方也欣然同意了。然後到你家以後聊着聊着，哎，你的小手就不自覺摸到對方身上了啊！對方羞答答的就說不要這個樣子啦。然後又進一步做出了更為不可描述的舉動，對方依然是羞答答的說不要這個樣子啦。你見狀發現，哎，對方也沒有激烈反抗嘛，那肯定是說明對方是同意和自己發生關係的。於是，在對方的半推半就的情況下，你和他發生了關係。請問，在這種情況下，你得到了對方的性同意了嗎？那你可能會覺得，我當然得到對方的性同意了呀，他都大半夜來我家了，他都跟我聊半天康德了，我摸他的時候，他還跟我撒嬌，跟我調情呢，他這不就是同意了嗎？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這位女士她就是一個很靦腆的人，在其他人身上表現出了劇烈反抗，在這位女士身上對應程度的表現，就是羞答答的說一句不要這個樣子了。而且呢，對方羞答答的說不，你以為這是他在跟你撒嬌或者調情啊？你以為和一位女士發生性關係都需要經歷這種半推半就式的所謂的調情？這只是你的一種偏見。用羅翔老師的話說就是，那你就需要為自己的偏見付出代價。像上述案例中的這種情況啊，男方很有可能在法律上被判強姦罪。所以呢，這種非反抗原則的標準就很不合時宜了。於是性同意的標準就演化發展到下一條，叫做No means no 原則，也就是說不就是不，對吧？如果我是那姑娘，我說了不，這不是跟你撒嬌，不是跟你調情的，我說不的意思就是拒絕。但凡我表達出一點拒絕的意思，無論是劇烈的反抗還是委婉的示意，說不就代表了我不同意。那這樣的話 ，No means no 原則就能很好的填補上個案例中的 bug 了，對吧？即便那位女士只是半推半就，即便她只是委婉的表達了自己不願意，說不就是不，你就應當立即停手。那麼 No means no 原則是不是就不會遭遇到 bug 了呢？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這是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案例啊。一名女士進了電梯，在電梯裡面站了一名男士，男士對女士說把衣服脫了，這女的懵了，但後來她還是照做了。男的沒有使用任何暴力，女的也全程沒有反抗和表達拒絕的意思啊。請問在這種情況下，男方得到女方的性同意了嗎？按照 No means no 原則，這個女方全程沒有說不啊，對吧？這個女方表現得很順從啊，按道理她是同意了呀。但是實際情況是什麼呢？男方是個大塊頭，而女方是一個身高只有1.5米的人，而且這是在電梯這麼一個封閉的孤立無援的空間。顯然，女方雖然沒有說不，但後來法庭對這個案件的審判結果是男方犯了強姦罪。於是有學者認為，性同意的標準應當從 No means no 演化發展成 Yes means yes， 也就是說是才算是。也就是說呢，除非對方明確地表達出肯定的意思，否則你就不應當採取任何親密的舉動。這就是說呢，如果對方沒有明確地說 Yes， 那就代表沒有同意，沉默也可以是一種拒絕。那這樣的話，這個原則就能填補上個案例中女方全程配合的 bug 了。那麼好，現在標準都提高到了 Yes means yes 了，是不是說這條原則就不會遭遇到 bug 了呢？問題依然沒有那麼簡單。讓我們回到你與你愛慕的女士共進晚餐的案例啊，你們依然是相談甚歡，依然聊了康德，聊了黑格爾。這時候你覺得聊哲學嘛，就得發揮點酒神精神。你們於是又點了一瓶酒，一起把酒言歡。
然後這位女士幾杯酒下肚，就原本十分腼腆的她，整個人變得非常興奮啊！你說什麼都能得到对方積極的回應啊！你說這杯酒好喝嗎？她說 yes 啊！你說中國足球隊是不是世界第一？她說 yes 啊！你說我想和你困覺，請問您能同意嗎？她也說 yes。你一聽覺得那這不是我說的，這是她自己明確表達的 yes。那麼請問在這種情況下，你得到對方的性同意了嗎？在這個案例中，女方明確地表達出了肯定的意願了呀。但是很明顯，我們也都知道，你並沒有真正取得对方的性同意，因為他喝醉了嘛。醉酒後的同意並不是有效的同意。要知道啊，在歐美有些國家，與醉酒的人發生性關係，很可能是會構成強姦罪的。好，我們現在看這3個常見的性同意的標準啊，好像每個都不是完備的，都會遭遇到一些 bug。問題就在於，面對紛繁無雜的人類實踐，這3條原則太簡單了。所以我們需要用更複雜的模型來界定，到底滿足了哪些條件才算是真正有效的性同意。那本期大問題節目呢，我們就從道德哲學或者倫理學的角度來深入仔細探討性同意的有效条件。那既然咱們是個哲學節目嘛，在第2小節探討構成性同意的有效条件之前，我們首先在接下来的第1小節需要先回答一個更為根本的本體論問題，那就是性同意的本質是什麼？性同意的本質是什麼呢？或者說性同意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是什麼？是對方心裡面想的構成了性同意的本質呢？還是對方嘴上說的構成了性同意的本質呢？由此學界分成了2派，一是心理狀態派，二是行為表達派啊，簡稱心理派和行為派。這2派可以說是互相不符。我们來看這麼一個案例啊，假設珍妮內心其實非常喜歡約翰啊，她其實早就願意和約翰親親抱抱舉高高了。但是呢，這個珍妮比較矜持啊，她害怕約翰覺得自己太隨便，珍妮呢就沒有明確說出來自己內心的想法。而約翰呢，這個小伙子比較大條啊，他也沒管這些啊，在並不清楚珍妮是否願意的情況下，繼續推進了親密的行為。好，現在的問題是，珍妮給出了性同意了嗎？那心理狀態派的代表學者、哲學家和法學家拉里·亞歷山大就認為，珍妮給出了性同意了，因為人家珍妮心裡面已經同意了嘛。在心理派看來，性同意就是由內心狀態構成的啊。當然了，這並不是說心理派認為這個人在行為上的溝通表達不重要啊，這也很重要。但是呢，要論到構成性同意的本質，那還得是內心的意願，而非外在的表達。畢竟一個人心裡面是怎麼想的，是最能真實代表他是否同意的，對吧？如果一個人嘴上說可以，但心裡面1萬個不同意，我們當然不會說他真的同意了。相反，我們會猜測他是不是受到了強迫或者威脅。比如他嘴上說可以，是因為擔心如果說不的話就會丟掉工作。那反過來說呢，如果一個人內心真的願意啊，只是因為某些原因沒有說出口，或者他就是特別喜歡在親密互動的時候說一些聽起來不要的話，對吧？他就是好這口，那我們也會覺得他其實已經同意了。所以呢，心理派抓住了一個關鍵的點啊，那就是性同意不能和人的意志脫鈎，對吧？包括我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法律，在認定某人犯有強姦罪的時候，都會說這個人的所作所為違背了婦女的意志，對吧？那這個時候呢，以哲學家和法學家阿蘭·維特海姆為代表的行為表達派就站出來反对了。為什麼反對呢？還是回到上面那個例子啊。剛剛那個例子是我們站在上帝視角而知道珍妮內心並不抗拒，甚至非常期盼和約翰發生關係啊。可問題是，約翰不知道啊。我們現在假定啊，約翰不是不確定珍妮的意願啊，相反啊，他處於一種自卑的心態，他自己強烈的相信自己就是一個性縮力拉滿的人珍妮是肯定不會願意跟自己發生關係的。於是呢，他就不管不顧，一意孤行。那他一意孤行的時候呢，發現珍妮並沒有反抗是因為他覺得珍妮是出於恐懼而沒有反抗。好，在這種情況下，約翰的行為難道是可允許的嗎？顯然不是嘛。在行為派看來，約翰的行為和強姦又有什麼區別呢？如果上述約翰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那麼這就說明同意並不是，或者至少不只是一種心理狀態。相反，對於同意而言，外在的表達和溝通是必不可少的。約翰只有在與珍妮經過恰當的溝通，讓自己知曉了珍妮的意願之後，他接下來的行為才是可允許的。否則，如果沒有經過恰當的溝通，從而知曉珍妮的意願，哪怕珍妮內心其實是願意的，約翰的行為也無異於強姦。好，在經歷過行為派對心理派的批評之後，你是不是覺得勝負已經分曉？明顯我們更應當站行為派啊，性同意的本質就是行為表達啊。但是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心理派接下來又發力了。
好，现在我们再來調整一下設定。如果我們把剛剛那個案例裡面的約翰叫做約翰1號啊，約翰1號一意孤行的和珍妮發生了關係啊，只不過約翰1號並不知道珍妮內心其實是同意的。好，現在我們再來設想約翰2號啊，這個約翰2號和1號一樣啊，都是在並不清楚珍妮是否願意的情況下一意孤行的進行了性行為，但區別是這時候珍妮的內心是不願意和約翰2號發生關係的。那如果按照行為派的看法，約翰必須獲得珍妮在行為表達上的同意，才算是真正獲得了性同意。那這樣的話，約翰1號和約翰2號就犯了同樣的錯誤啊，那這兩人的錯誤就應該是同樣嚴重的呀。但顯然不是嘛，我們顯然會覺得約翰2號的錯誤比約翰1號明顯更嚴重啊。那區別在哪兒呢？很顯然，因為珍妮在內心是願意和1號發生關係，而不願意和2號發生關係的。這就說明珍妮的心理態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啊！當然啊，心理派並不是認為約翰1號就是沒錯的，但他的錯誤並不像行為派認為的那樣是沒有獲得性同意啊。珍妮在內心其實已經給出了性同意了。約翰1號是錯在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珍妮同意的情況下，依然要和珍妮發生關係。他錯在不尊重珍妮的自主性。那做這種事兒，你得問問人家嘛。總之，我們說回來啊，針對性同意的本質是什麼這個本體論的問題，學界有兩種回答。心理狀態派認為性同意的本質是內心的許可，行為表達派認為性同意的本質是一種溝通表達的行為。當然，學界有第三派啊，就是混合派啊。這個混合派認為真正的性同意既需要內心許可，也需要外在表達。那至於哪一派最終勝出了，這個哲學界到現在也是吵成一團，莫衷一是。而且啊，在現實中，問題往往不會停留在這裡啊。因為很多爭議啊，並不是發生在沒有任何表達的情況下，相反，更棘手的情況是，就是一個人已經給出了某種性同意，但我們仍然會懷疑這個同意到底算不算數。比如呢，一個人說了 yes， 但這個 yes 是在恐懼中說出的，而一個人同意了接吻，但對方卻把這個同意理解成進一步性行為的許可，而一個人喝醉了，意識不清，卻被對方當成沒有拒絕。就這些情況提醒我們不僅要關心有沒有性同意這樣的本體論問題，還要關心性同意的有效性問題。即使一個人看起來給出了性同意，但如果這個同意不滿足一些特定的條件，它仍然可能是無效的同意。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本期節目的第二個大問題：滿足了哪些條件的性同意才算是有效的？現在學界一般把性同意的有效條件歸納為所謂的薯條標準所包含的5個條件，而這個薯條的英文是 fries，5個條件的首字母剛好能湊成 fries， 也就是 freely given 自由的， reversible 可撤回的， informed 知情的， enthusiastic 熱情的和 specific 具體的。滿足這5個條件的性同意才是有效的。好，下一小節我們就來探討這5個條件。這裡插播一段節目說明啊，我們這個大問題 dialectic 節目啊，不是一個哲學科普節目啊，我們這裡不教授哲學啊。大問題節目呢，更多是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會關心或者困惑的大問題為立足點，用哲學或者相關學科的經典觀點進行梳理啊。這是個哲學家開會爭論的節目啊，目標呢是讓觀眾更清楚地思考與表達。不過呢，如果您因為咱們這個大問題節目對哲學這門學問感上興趣了，想要學一學哲學，歡迎報名參加我專門開設的哲學課程，100個哲學大概念，開悟人生。這門課程呢，就是專門教授哲學的啦。這門課程用100講來講明白、講透西方哲學中經典的100個哲學概念或者命題啊。大家這裡可以暫停截圖我展示的這個課程表啊，看看這100個哲學命題有沒有你感興趣的。這門課程的報名地址就在置頂評論那裡。只要能從頭到尾看完這100講的哲學課，能讓你看透世界，理解人性，開悟人生。好，介紹完我的哲學課，接下來我們繼續下半場的大問題研討會。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詳細介紹薯條標準的5個條件，而且呢也會介紹反對者提出的批評啊，認為這其中有的條件不合理或者不可行啊。這個哲學嘛，總是吵來吵去，沒有標準答案，最終需要你來評一評這5個條件中的哪些個算是真正構成了性同意有效性的條件。好，我們先來說薯條標準的第一個條件 freely given 自由條件啊，這比較好理解啊，有效的同意必須是我們在自由的情況下做出的同意啊。如果我拿着一把槍指着你的腦袋啊，讓你卸甲，把衣服脫掉，或者我拿出你考試作弊的證據，威脅說啊，你如果不跟我發生點什麼，我就去校方舉報你。那麼哪怕你確實同意了我的要求，你的同意也是無效的。那對於開題部分提到的醉酒的女士啊，她雖然滿嘴 yes， 但她給出的性同意並不滿足自由條件，對吧？她都喝大了，酒精控制了她的腦筋，她並不是自由的做出同意的，那她這個性同意也是無效的。
好，介紹完自由條件，接下來說一說學者們對這個條件的爭議啊。這個絕大部分人都能認同啊，自由條件是有效性同意的必要條件。這個爭議點不在於要不要保留這個條件啊，爭議點在於一個人怎麼樣才算是自由給出的性同意？這個自由怎麼衡量？這就有的爭了。比如說拿刀架脖子上逼你就範，這肯定是違背你的自由的。但是如果我是你的領導啊，我運用我職權的威力來吸引你呢？那即便我對你沒有這個職權的隸屬關係啊，那我是你的老師，我是你的偶像，我是你的 idol， 那我所獲得的你的同意，是你真正出於自由給出的同意嗎？這就有的爭了。好，我們再來介紹薯條標準的第二個條件 reversible 可撤回條件。就是說呢，有效的性同意必須是可以撤回的。這當然并不是說你本來同意跟我發生關係，並且在整個過程中你也一直表現出同意的態度，結果完事之後你還可以撤回你的同意轉頭就以強姦罪把我告上法庭不是這個意思啊。這個可撤回條件強調的是，不論我們之前持什麼態度，我們總是允許在當下改變我們的態度比如說呢，如果對方上午同意在晚上下班之後跟你來一場云雨之歡，但他晚上下班后說實在是太累了，沒有精力也沒有心情再做這種事情，那此時呢，他當然可以撤回他的性同意。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能說你這個人怎麼說話不算数你這個人不夠誠信，然後去法院去告他說違反了契約，要法院將他列為失信人員，並且要求法院強制執行他之前答應你要做的事情。那顯然不可能的嘛，你當然沒有權利要求別人不許撤回性同意啊。但是呢，這個可撤回條件可能有一點爭議的地方在於，就是性同意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它並不是特別純淨的只是答应和對方進行肉體交流，那這就是純約炮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同意總是包含着一系列的像約會、求愛這樣的儀式，那性同意的撤回因此也就不單單是撤回對肉體交流的同意了，而是會撤回一系列的他人為此的期待和準備。比如說呢，對方同意下班後給你來一場雲雨之歡，而且呢還是他主動提出的，而你呢為此還推掉了客戶的一個大單子，早早下班準備燭光晚餐又是打掃衛生又是做飯做菜的，忙前忙後，結果對方臨了一個電話打過來說今天太累了不想做那事兒了，結果就把你給撂那兒了。而你當然沒有權利去要求對方執行性承諾但這種情況我們可不可以說對方有點對你不起呢？當然有一些學者尤其是這個女性主義學者會認為性同意的撤回就是絕对的，是隨時可以撤回的，並且無需有任何道德負擔，性承諾永遠是無效的。為什麼呢？因為性承諾不同於一般的承諾性行為是關乎到自己身體的自主權的這就好像你本來是同意捐獻自己的器官，那臨了到了手術台上的時候，你當然有權利臨時反悔说我不想捐獻了，這完全沒有任何問題。那關於這個撤回條件的爭議，你是怎麼看的呢？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公屏上。好，我們再來介紹薯條標準的第三個條件 informed 知情條件，就是說有效的同意必須是知情的。這就是說呢，我必須對你的某些相關信息有所了解，並在這個基礎上給出的我的同意，這才算是我給出的有效的同意。比如呢，如果你穿着自己雙胞胎哥哥的衣服來到你嫂子的房間借助陰暗的環境成功讓你的嫂子誤以為你是她的丈夫，於是她同意了與你發生關係，那她的同意是有效的嗎？顯然不是因為她並不知道你其實不是她的丈夫。就像神雕俠侶裡的小龍女並不知道把她推倒的其實不是楊過，而是尹志平。好，介紹完知情條件接下來介紹關於這個條件的爭議這個知情條件是學者們爭議最多的條件之一這裡我們重點介紹一下爭議這個學者們爭議的點不在於應不應該有這樣一個知情的條件問題在於如何理解這個條件。之前提到的例子是你通過種種手段誤導你的嫂子，讓她誤以為你是她的丈夫，並因此同意你和她發生關係，那她的同意顯然就不是有效的。為什麼呢？因為她不知道一個最關鍵的信息，你其實不是她的丈夫。那為什麼這個信息如此關鍵呢？一個很自然的解釋就是，如果她知道你不是她的丈夫，那她根本就不會同意與你發生關係。換句話說呢，你不是她的丈夫，對她來說是一個一票否決項，是一個讓她瞬間下頭的事實英文可以叫做 deal breaker。只要她知道這個一票否決項，她就不會同意。因此呢，我們可以這樣闡釋知情條件就是我給出了一個性同意，如果我是知情的，進而是有效的，僅當我知道關於我所同意的事情的任何特徵，我仍然會同意它。相反，如果我一旦知道某些事情，比如對方不是我的丈夫或者妻子，我就不會同意與對方發生關係。那麼我此前做出的同意就是建立在我被欺騙或者誤導之上的，我此前做出的同意就不能算作是有效的。這也就是哲學家湯姆·多爾蒂的看法。他說，只有當人們在知悉性行為所具有的一切特徵的情況下，仍然願意參與，他們對性行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那這個觀點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是呢，這個觀點也會面臨一個麻煩，因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一票否決項，對吧？每個人下頭的點是不一樣的。
有的人不想和一個犯過罪的人發生關係，有的人不想和一個有過很多性伴侶的人發生關係，有的人不想和一個投票給川普的人發生關係，還有的人不想和二次元亞文化人士發生關係，對吧？就有些一票否決項是大多數人都會關心的，比如說情感專一或者性病風險，但另有一些一票否決項就非常私人、非常偶然、非常抽象了。設想啊，兩個人在一次成功的約會之後準備發生關係，或許呢，如果其中一方知道對方過去有多少個性伴侶，或者知道了對方關注什麼樣的視頻賬號，或者知道對方歌曲收藏夾都收藏了什麼歌曲之後，就會立刻改變主意。而這些信息單獨看未必重要啊，但對於某些人來說，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成為一票否決項。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有效同意要求我們排除所有或者大多數潛在的一票否決項，難道每一次發生親密關係之前啊，比如說剛準備親嘴的時候，你說婷婷，我們需要各自拿出各自的背景清單。那你看，我此前交往過3個女朋友啊，我關注的是大問題這個哲學賬號，我最愛吃的食物是螺螄粉啊，這個沒問題吧？來，咱們繼續吧。對吧？這完全不現實的嘛。那這樣的話，有效同意幾乎不可能成立，因為我們永遠無法確認對方是不是還藏着某個我們一旦知道就會立刻拒絕的信息。比如對方後來才發現，沒想到你居然在讀黑格爾的哲學，太下頭了。這正是哲學家丹尼爾·布洛姆維奇和約瑟夫·米拉姆對多爾蒂提出的反駁。這二位呢，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來改進多爾蒂版本對知情條件的理解。就是我們不應該只從同意給予者的視角來理解知情條件，也就是說呢，不應該只問啊，如果他知道全部的事實，他會不會同意？我們還應該更多關注同意請求者的視角。換句話說呢，就是關鍵不是對方有沒有一個一票否決項，關鍵在於就是你作為請求者是否明知這是對方的一票否決項。如果你明知這是對方的一票否決項，還可以通過隱瞞、誤導或者選擇性披露來操控對方的決定，這就是違反知情條件了。還是回到我們之前的例子啊，你通過誤導你的嫂子，讓她同意與你發生關係，那在這個案例中，問題出在哪兒呢？多爾蒂認為問題出在，如果你的嫂子知道你不是她的丈夫，那麼她根本不會同意。而布洛姆維奇和米拉姆這二位則認為，問題出在你通過有限的信息披露，不當地控制了嫂子的決策。就是說呢，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她的丈夫，也有理由相信這個信息對嫂子而言就是一票否決項，卻還是對她隱瞞這個信息。此時呢，你就是通過有選擇的信息披露，操控了嫂子的決策。也就是說呢，使同意無效的，並不是嫂子不知道你不是她丈夫這個事實啊，而是你通過主動操縱她的信息獲取，讓她看不到對她而言至關重要的信息，從而讓她做出一個並不反映她真實意願的決定。那這種版本的理解有個好處啊，就是它既能解釋嚴重欺騙為什麼會破壞性同意，又不會要求我們在每一次親嘴之前都要拉出自己全部的人生檔案。比如說呢，假設你是個極度忠誠的巴薩球迷，你不願意和任何皇家馬德里隊的球迷發生關係，但我們是因為對爵士樂的共同愛好才認識的，彼此都不知道對方也是球迷啊，更不知道對方支持什麼主隊啊。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在不知道我是皇馬球迷的情況下同意與我發生關係，請問這個同意有效嗎？那按照非常強的多爾蒂版本的知情條件，這個答案就是否定的，对吧？因為你一旦知道我是皇馬球迷的話，你就不會同意了。但是按照布洛姆維奇和米拉姆的版本，答案就是肯定的了。因為我不知道你也看球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巴薩球迷啊，我更不知道你对你的巴薩球迷的身份在意到了不願意跟死敵球隊球迷發生關係的地步，對吧？我很難想到我是皇馬球迷這個事實對你如此重要，是你的一個一票否決項。所以呢，儘管我沒有向你披露這個信息啊，但我並沒有通過刻意隱瞞它來試圖操控你。那麼你認為這兩種版本對知情條件的解讀，哪一種更符合你的道德直覺啊？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好，介紹完知情條件，我們接下來介紹 enthusiastic 熱情條件。就有效的同意必須是熱情的，就是說呢，當你同意與我發生關係的時候啊，你必須自己對此也有慾望、有期待、有熱情，而並非僅僅是不反對而已啊。如果你僅僅是不反對啊，那這種同意就是缺乏熱情的，因此是無效的。當然，這個熱情條件也是薯條標準中學者之間有比較多爭議的。相信啊，在聽到熱情條件的時候啊，很多朋友心裡面已經冒問號了，就是有效的同意一定得是熱情的同意嗎？而只要對方不熱情，他的同意就是無效的嗎？
這聽起來有點荒誕，對不对？喬治城大學的哲学教授奎爾庫拉克对此評論說，但是我認為有一點很重要，我們可以正當的同意那些自己感到矛盾的性行為，或者那些自己只是為了取悅伴侶才答應的性行為。比如我们可以在並不太有興致的時候同意發生性關係，就像我們可以同意去看一部自己並不是特別想看的電影一樣。無性戀者也反對這樣一種看法，就是仿佛只要他們對整件事兒沒有感到興奮雀躍，就不能給性行為給出正當的同意。這就是說呢，熱情條件給性同意的有效性設置的門檻太高了。當然啊，如果在一段性愛中參與方都能全心投入，這確實是更加理想的。但是得到有效同意的性愛和理想的性愛是兩碼事嘛。前者是一個門檻，是一道底線，後者是一個更好但也相對更難實現的理想。我們當然想要理想的性愛，但我們也需要給得到有效同意但不夠理想的性愛留下空間。那否則的話，在這個本身就不夠理想的世界裡邊，得到有效同意的性愛就會變得非常罕見，而大多數人都會淪為在未經有效同意的情況下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的強姦犯。那這未免太極端了嘛。當然，還是有人堅持要保留熱情條件。或許大家聽說過這樣的抱怨啊，就比如說在情侶或者夫妻之間如果不同意對方的性請求，就擔心對方提分手，或者僅僅是擔心對方不高興，於是呢，就像完成任務一樣的和對方發生關係的，這就很擰巴，對不對？當然這對情侶或者夫妻彼此之間依然是相愛的，但是單論這一次因為擔心對方提分手或者不高興而給出的性同意，還能算是有效的同意嗎？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對熱情條件是否需要保留打在公屏上啊。好，接下来我們來介紹薯條標準中第5個條件 specific 具體條件，就是有效的性同意還必須是具體的。這就是說呢，我們的性同意總是有具體的內容的。我可能是同意跟你擁抱，跟你接吻，或者跟你發生更進一步的接觸。關鍵在於你不能僅僅因為我同意了 A 就判定我同時也同意了 B、C、D、E、F， 對吧？我同意親親不等於同意抱抱，我同意抱抱不等於同意舉高高，我同意舉高高不等於同意發生性關係，我同意這一次不等於同意下一次，我同意以某種方式發生親密接觸不等於同意你拍攝傳播或者做出其他我沒有同意的事情。同意永遠是具體的有限的，而不是一張無限通行證。那對這個具體條件的爭議呢也不在於是否要保留它，而在於這個條件如果真要嚴格操作起來也有一些 bug。比如我可以具體的問，請問我可以牽你的手嗎？然後下一步再具體的問，請問我可以吻你嗎？然後再下一步再具體的問下一個具體的問題。那這裡的 bug 就體現在這個具體要具体到什麼程度呢？比如我得到同意可以親你的左臉蛋，那下面我是不是要具體的問，請問我可以吻你的右臉蛋嗎？那這麼樣問的話也太細碎了。而且這個 bug 也體現在我這一步問我可以牽你的手嗎？然後下一步問我可以吻你嗎？然後再下一步問我可以摟住你嗎？然後再下一步問我可以……這個語言太羞恥，反正我問不出口了。好，到這裡我們已經介紹完了薯條標準的5個條件。有學者認為必須全部滿足這5個條件，性同意才是有效的，缺一不可。也有學者認為這5個條件中有些條件沒必要或者不可行。這個哲學爭論總是很難達成完全的共識。不知道屏幕前的你認為薯條標準中的5個條件有哪些是必要的呢？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寫在評論裡面和大家一起討論。總之呢，介紹這些條件想表達的是人類事物的複雜性，並不是用1、2條簡單清晰的公式就能輕易判斷對錯的。性同意就是這樣，不僅是說一句 yes 或 no 這麼簡單它還關係到我們究竟在什麼條件下給出這些表達。好，介紹完性同意的有效性條件，接下來我們進入本期性同意大問題研討會的會議總結。我們今天探討了性同意的問題，包括性同意的本質是什麼，以及性同意的有效性條件。這個性同意問題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就標誌着我們現代人在道德方面的進步尤其是在尊重女性意願方面的進步這點當然是值得提倡的。性同意問題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呢，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性同意到底有多重要？換句話說呢，性同意是不是性倫理的全部？是不是只要我們把同意以及和它相關的概念講得足夠清晰、精細、嚴格，我們就得到了什麼是好的性生活這個問題的全部答案？就如果過分強調性同意問題在性倫理中的重要地位給人感覺就好像性倫理的核心議題就是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在本期節目最後呢，我想來介紹一下倫敦國王學院的哲學家伊利茲·伍達德關於性同意問題的一些批判性的反思。伍達德當然也承認長久以來對性同意的關注讓我們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道德、政治與法律上的成果。但與此同時呢，他又提醒我們就是一個概念如果被要求承擔太多工作，就會扭曲我們對那些它不適合描述的東西的理解。
而在他看來，性同意就是這樣一個概念。想想看啊，你會如何描述一個你和你交往多年的伴侶合而為一、顛鸞倒鳳、不知天地為何物的美好夜晚呢？你難道會說啊，昨晚太美好了，因為這場性愛經過了我們雙方充分有效的同意，對吧？你當然不會這麼說啊。相比於什麼許可啊、授權啊、取得同意這些詞彙啊，你很可能更願意使用默契、信任、放鬆、自然等等詞彙來形容這個夜晚。反過來說呢，就如果在你們的交往中更常考慮的是雙方是否取得了有效的同意，或許說明你們的關係已經出現問題了。大家想啊，在什麼情況下性同意問題對於交往的雙方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呢？其實就是在雙方的關係還不是那麼理想的時候，也就是在雙方還沒有那麼熟悉、那麼親密、那麼彼此信任的時候，對吧？這個時候同意無疑是重要的，对吧？這時候你不了解對方的想法，对方也不是十分信任你啊，你当然得徵得對方同意。伍大德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默認的規則是敏感於同意的 （consent sensitive）， 也就是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對方同意，否則你就不能繼續推進。但是呢，如果你們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充分信任之上的親密關係呢，伍大德認為，在這個時候，默認規則就要發生變化了，變成敏感於異議的 dissent sensitive， 就是除非出現不同意、遲疑、退縮或者拒絕，否則你就可以行動。比如你和你的伴侶準備出門，你突然從背後緊緊抱住了他，你的伴侶感到有些意外，因為你是一个不太善於表達自己情感的人，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那在一個陌生人那裡，那這樣當然不行啊，對吧？你不能從地鐵上從背後抱住一個陌生人，然後說我只是在表達親密，這不是在表達親密，這是變態行徑。但是在一段穩定、健康、信任充分的親密關係裡，這個擁抱卻很可能是正當的。它的正當性未必來自一次明確的口頭許可，對吧？你也從來沒有問過，他也從來沒有說你可以這樣做啊。它的正當性來自長期形成的默契、相互了解和信任啊。當然啊，這並不是說在親密互信的關係中，這個擁抱的正當性就是無條件的啦。如果他的身體一僵，往前躲了一下，或者輕輕說了一句別這樣，你就必須立刻鬆開，對吧？你不能說啊，我們都在一起這麼多年了，你還裝什麼呢？或者啊，你是我的女朋友，我抱一下你怎麼了？啊，如果你這樣說的話，那就說明你並不敏感於異議。那否則的話，婚內強姦或者熟人性侵就是可以被允許的了。總之呢，這個性同意很重要，但它不是性倫理的最高理想，它更像是一條底線，一種安全裝置，一種當信任不足時必須啟動的保護機制。但是好的親密關係不能只停留在底線上啊。如果你對一段關係的最高要求只是啊，我取得了許可啊，對方沒有反對，我沒有違法，那當然比這個性侵犯要好很多啊。但這還不是好的親密關係。理想的性互動不是一個人向另一個人申請許可啊，而是兩個人在信任中共同靠近，在靠近中彼此回應，在回應中隨時調整邊界。那最後呢，我引用一句亞里士多德的話來呼應伍達德的觀點啊。雖然亞里士多德這句話是用來描述城邦政治的啊，也可以放在性同意的語境之中。亞里士多德說，如果人們都是朋友，那就不需要公正。而即使人們都是公正的，也仍然需要有愛。好，歡迎你也同哲學家們一起參與到對本期大問題的討論之中。他們的看法發表完了，現在輪到你來發言了。請在視頻下方評論裡投出你的一票，並發表你的看法。